完蛋！看拍，快拍！哎呀，好多雪呀！你再看看，再拍拍。这大花蚊子，这怎么办呀？就是跑步这事儿，起跑之前被咬最难受了，因为你跑着的时候痒。我这出门前还喷了药哦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2025年6月21号，星期六早晨，现在5点32，刚刚热身3公里到达大阪城。为什么一定要报年份呢？因为2023年6月21号是我第一次参加跑团活动的日子。虽然那天摔伤了，没有跟着跑，但是第一次整整2周年。但是那次是周3，今天已经周6了，特别热，脸上已经一层汗了。你们看这对蜻蜓。这飞得好低呀，可能是要下雨或者湿度高。今天是新队服发售的日子，所以家属来了。你们看到的是第3视角，新队服订了2件，一黑一白。今天是做好以后的第一次集体活动，所以今天第一次发售。今天还是一个无糖的电解质粉的冲剂，然后带了一个能量胶，能量胶视情况看吃还是不吃。出门之前吃了一个这么一点的那小面包，有说是一个66千卡。走，看我们今年的新队服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大人の朝だ。换上它。怎么样，小伙伴们看，今年换了服装的供应商，所以往年我都是 M 的，今年是 S 的。他们说今年的号大啊，田中先生来了。还有在吗？大家个上看看背面啊，还行吗？还行，好久不穿白的衣服了，真的好久不穿白的衣服了。我浅色衣服原来都穿粉的，穿红的，好久没穿白的衣服了，甚至我好像都没有白的。我说没有白的跑步的衣服，完全没有。哦，这是第一件，对，买了一白一黑，白色是必须的，就是今年的我们的主色调是白色。然后呢，你要想买黑色没问题，但是你也得买白色，所以我买了白色。但是这2年是涨价了，我记得好像第一件是2000多，去年那件好像是3000，因为我记得我来的时候，后藤先生跟我开玩笑说改成3500了，然后但是我当时没听懂，回去看视频才听懂的。今年这就是3500了，但也还行吧，170多块钱一件这种衣服，定制的。我们准备要开始了，安排一下配速和距离。
后大家还是决定第6公里开始加速，跑15公里，太热了。哎，太酸了。可以哈，太酸了，太酸了，太酸了，他那个上哈里亚豆，那是，太酸了，马给上，来到，这个天气跑不了20，就至少这个强度，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跑不了20。今天的感受是，它分10档，我觉得应该是困难，没有到很困难。感觉如何是累，没有到很累，就是倒数第2档，喝点水，冲个电解质粉。那能量胶还是给吃了，因为跑到10公里的时候，我其实还以为可能要跑20，我就给吃了。但是其实跑完10公里，我看大家都没喝水，我就感觉可能差不多15就结束了。因为5公里的时候，很多小伙伴会选择喝水。你看我喝了这么多，刚才就是跑完这15公里。如果你中间过程中喝完这么多，马上再起跑，就不太行了。我的判断就是最多200毫升。如果你在跑动中的话，200毫升可能都多。我们看看整体的数据吧，15.02公里，1小时06，平均配速4分04。你看像秋天、冬天的时候，4分配甚至3分50，跑一个15公里没什么感觉。但是你看今天这状态，这配速曲线特别逗。我把手机的数据贴屏幕上，最后上升的极快，平均是159，最后冲到186，可以。看看啊，训练负荷，训练重点是乳酸阈值，有氧效果4.7，无氧效果0.9。我觉得带了差不多2周这个970，他还没有完全了解我。今天的等效跑量是20.08公里，看看所有统计，今天的平均步频是205，触地时间186，步速损失2.4%，步幅1.2米，垂直振幅比6.3。看看G圈，前面其实都挺慢的。第1公里起步4分21、4分11、4分14、4分09、4分09、4分11、4分07、4分08、4分05、4分05、4分01、4分、3分49、3分24，可以。那待会儿咱们再说啊。今天是我和大家见面的整整2周年。
6月21号星期六清晨7:19，我的训练结束了，又轻松跑了2公里回来。明天要停更1天，明天上午10点在奈良马拉松那个起终点那个田径场，场地赛5公里5000米，明天上午10点起跑，所以明天一早应该就走，明天就不更新了。今天下午1点北京时间，咱们还是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。哎，你们看这工地上写着热中症，就是中暑啊，温度28摄氏度以上，湿度75%以上，就要停下，就不能干了，干就很危险。今天累了，今天幸亏是15，要是大家拼一下跑20，我最后可能就得放一放了。因为明天的场地赛是个5公里，5公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我的感觉是，就这个天气，你想现在刚7点多就这样了，明天上午10点起跑，看看天气吧。要是还是这个天气的话，场地的 PB 是没机会了。回头咱们的这个5公里或者5000米分场地和路跑，就是5000米，我现在的 PB 是16分57，5公里我现在的 PB 是16分44，就是这样。你看不同的条件，不同的装备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几句话，就关于这种训练。这种训练到了夏天，肯定是要比冬天少的。但是呢，其实今天是15公里，对我这个水平，或者说你马拉松如果跑进了2小时50，是不够长的，所以最后才全力以赴的冲一冲。这就是我的策略，因为大家集体跑。如果是你看我自己的训练的话，到夏天，去年夏天一般我会练到25，今年我想试试练到30。上周还是上上周我都忘了，就是已经热起来的时候不也跑过一个35嘛，对吧？这个夏训我试一试，因为你夏训其实人总说夏训练强度，但是你在这个热的环境下做一些距离的训练，做一些耐力的训练，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。这个帮助不仅仅在身体上，有时候对普通人来说，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上。就是为什么我总跟大家说我的性格是我喜欢春天的比赛，不太喜欢秋天的比赛，也有这个原因。一个是经历了冬训，一个是经历了夏训。夏训的时候确实实打实的说，第一长距离跑得少，第二呢长距离跑得比较辛苦，导致呢天气凉快下来之后，你准备比赛的这1个月，你又不太可能去跑太多高质量的长距离，尤其是你比方说你从一个热的地方去一个冷的地方比赛，这冷的地方的比赛可能9月底10月就有了，然后您刚热着夏训还刚刚结束，这个时候就感觉哎呦，我还行不行了？我这一个夏天就最多跑25，怎么办呀？会有这种心理。就算你不直接这么想，也会被影响。这就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，有的人可能不是这样的，有人会觉得夏天练得好爽啊，我这天凉快来了，我一下我就特别好。所以马拉松这个事儿，尤其是比较艰难的耐力运动这个事情，就是自己跟自己较量，也不能说较量，就是自己得学会骗自己，得学会激励自己，得学会安慰自己，得学会怎么对付自己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这种训练我特别建议大家夏天的时候试一试，就是顶一顶。如果我就拍脑袋说啊，就如果您的马拉松成绩在3小时，那我觉得15到20公里 OK 了。如果您的马拉松成绩在2小时50以内，想冲击一个，比方你想进245，或者你想进240，那我觉得可以试一试跑到20以上，就是20或者25，就挺好的。今天为什么一开始说可能是20，我挺兴奋的，也是因为这个。但是因为明天有比赛，所以可能还是得放一放。如果明天没有比赛的话，今天也许20可能更带劲。对，就是你最后那几公里得感觉到有点不行，就这种训练就更有用。如果你最后的几公里跑完以后还游刃有余，那也不能说没用，就是它可能没有完全刺激到你的身体和心理的极限。这是不成熟的经验吧，不成熟的观点。行吧，那咱们今天下午直播间再接着聊。特别喜欢的衣服，而且你们看，哈哈哈哈，特别喜欢。就我喜欢的东西，我就控制不住。就像这个帽子，2种颜色的，2种大小的，还有各种的。今天还碰见2位
西方面孔，跟我们一块跑了100-200米，问他们哪来，他们说那个 Oregon， 我说哦 Nike， 然后我说我有好多 Oregon 的帽子，特别带劲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明天的场地赛，反正也不能拍摄。明天场地赛试试不戴帽子，戴墨镜，咱们体验一把。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午的直播间再见。